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延续上个礼拜台电的强韧电网商机，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公司是哪一家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兴电。最近这个只股价大起大落，大家都非常害怕。我们来看一下它基本面的部分。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产业的部分哈。每次我们都会讲到这一部分，就是说有关于台电的强韧电网商机计划，它最主要的资源都是提供在分散电网的工程这个地方，金额最高达4379亿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南电北送的现况呢，随便一个电网断掉或变电所出问题的话，那后面的那一部分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用户就会停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台电把大部分的经费都放在这个地方，希望说我们电网分散之后呢，以后跳电或电网断掉的部分就影响就不会那么大了。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可以看到强韧电网预计每年的商机大概高达那个200到250亿，还有就是随着绿电发电不断的提高之下，就是对于可以提供我们一般用户用电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好，那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的时候，太阳能光电会加入，离岸风电会加入，或者说有时候风力大风力小，所以他们要储能起来。那此外呢，政府这个地方台电已经说它在燃气机组这个地方还要增加，那它以后有考虑把氢能源也纳入进来。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中兴电的强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对的产业趋势发展之下呢，中兴电这家公司长期的营运是不错的。好，那在讲到中兴电这家公司营运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讲878投资传承呢，就是一个为您深度分析基本面及技术面的理财频道，带您走向财富自由的捷径。那中兴电这家公司呢，它原来是一个重电业者，近年来已经成功的切入了绿能相关的产业，尤其是它是国内投入氢能源产业比较领先的。在对的产业发展趋势之下，公司具有成长的潜力。那目前呢，它整个在绿能部分，包括太阳能光电跟我讲的氢能、储能、微电网、供电设备呢，大概占它的营业比重高达66%。那服务类呢，就像那个嘟嘟房、这个停车站有充电桩这些，大概占20%。那其他的一些像统包系统啊、都市更新这些是放在其他类。好，那我们看一下在整个电力流程图，这也是我们常常讲到，就是说过去呢都是用太阳，是用火力跟核能这个地方发电，但是会产生污染。所以我们现在呢强调绿能，就包括太阳能啊、风力啊，还有一些废弃物啊。那我们可以发现它这个再生能源的比重呢，目前就是2022年是7.1%，但是我们预估到2050年以后会提高到30% 以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政府的目标到了2050年这个地方怎样净零排放。中兴电这家公司来讲呢，在整个强韧电网计划里面，在微电网部分它就已经有介入了。那在储能的部分呢，它是以氢能源来发电。在充电桩，也就是说电动车概念股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它以嘟嘟房的形式做一个介入的动作。那在氢能源领域的部分呢，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说中兴电跟台本这个地方合作，因为台本在制造过程中会产生余氢然后他们利用余氢然后来盖氢发电所。那年发电量大概可以到达9000万度。那在2024年开始就可以陆陆续续的贡献营收。好，那在对的产业上发展，照理说获利应该是持续的往上。那我们在讲到财务分析之前呢，我们会用 ROE 来比较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公司。那所谓的 ROE 就是用税后净利除以股东权益那或者是我们把它切成3个公式，就是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率乘以权益乘数。那在这边呢，我们看中兴电的财报，从2018年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 ROE 是什么？逐步的往上提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获利逐年在做一个成长的动作。那至于在总资产周转率这个地方呢，变动比较不大，可是在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呢，它有逐步做一个提升的动作。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整个 ROE 的提升是来自于税后纯益率及权益乘数提升所造成的。好，那这个呢，最近那个中兴电的股价呢，就是受到了云豹假车的弊案的影响呢，股价呈现大幅的回落。那它最主要的缘由呢，就是说中兴电在2012年呢，它有得标一个政府的案，接了一些动力底盘系统等零组件的供应。那这里面当然就会有非常多的厂商，但是呢，因为这个明文规定就是说不能用中国大陆的零件，可是呢被查出来里面有部分零组件是跟中国大陆购买的，所以就是法院
这个地方宣判，就是说2022年7月的时候已经2审法院判决说违反了规定，所以说要没入不法所得。那中兴电呢采取保守原则，已经在今年的2023年第2季财报已经全数把法院规定的认定的不法所得，就是21.9千万元这个地方已经提列损失。中兴电表示说对于财务有影响，但是对于业务面的部分影响不大，一切营运正常。好，那我们看一下，这是原先法人对于中兴电的预估，今年2023年是5.75元。那大家也知道，那我们既然在第2季弊案对于 EPS 影响就已经4.22元，所以2023年的 EPS 势必下修。不过这是一次性的事情，所以对于2024年的获利的部分不会做变动预估的部分不会做大幅的变动。好，一个股票长期趋势往上，那短期有利空的影响，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看在技术面我们如何找标股的转折点。好，那首先呢，我们要提到就是说，在今年2023年第1季的1月份的时候，1月3号我们就已经发布中兴电这支股票从力道 K 线这个地方来看，有往上攻击的机会。那我们现在再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这个利空事件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可不可以事先做一个卖出，或者说已经发生的话，我们要怎么顺利出场呢？好，接下去我们就继续往下看，这就是我们最近常跟大家讲，就是我们要注意关键 K 棒，往上的话就是长红棒，往下的是什么样？长黑棒。所以说呢，往突破新高要长红棒，那如果破前低或新低的时候是怎么样？要长黑棒，那而且带大量，这样大家就知道啦。好，那我们看一下中兴电哈，你看中兴电呢，这个地方它1高、2高、3高，然后接下去往上冲的过程之中呢，是不是遇到了这个弊案的发生，然后EPS 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你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什么？长黑棒。好，那因为我在录制这个时候时间是7月底还没有结束，那我们就不能用月线来看，因为还差1天的交易量。那我们看标股如何出场，我们用周线来看。你看周线上你已经看到了，好，就是我们已经发现，就是说它周线上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止涨 K 棒，而且它最后一个起涨点原点这个地方呢，用折线图来看它已经跌破了，所以在技术面上就已经显现弱势。所以用我们之前教的方法，就是长红棒的这一根被后面的黑 K 吃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什么出场点的部分。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周线上它1高、2高、3高、4高已经形成了，接下去就是回整，只是回整呢会回整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像我刚刚说的，一个长期趋势往上的公司，照常理来讲，它回档应该怎么样？守住1/2。至于它要回1撇或1个 N 的话，看它公司实际的营运状况。如果说不如预期的话，后面还有更多错误的事情、错误的决策出来的话，才容易怎么样跌破1/2。好，那我们就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8-7%投资传承整个选股到上片，因为有1季的时间落差，我们要所传达是一个长期的正确的选股逻辑，股价只有它循环的道理。所以我们在推片的时候，不管这个股价是往上或往下，大家只要去看我们前面的 N 型理论的定位，那自然就可以灵活做一个操作。所以我们要跟各位讲，中兴电已经打出一个45日的AB 段，然后接下去它遇到弊案的时候，它要回档。那你的重点在于它会不会跌破1/2？如果没有跌破1/2的话，影响不大后面的攻击速度。如果跌破1/2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变成什么？盘涨，或者说呢，如果说他公司的决策又错误，后面又有什么案子被翻出来的话，那就比较容易成为失败 N 或倒 N 型。但是目前为止呢，就是我们团队推估，就是说它后面走盘涨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好，以上就是关于中兴电公司的介绍。那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什么呢？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的也是最近股价相对比较强的1519华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下个礼拜不要忘了收看哦。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拜拜。